这是为何？就见魏无羡得意地同他介绍道：“这是我创的法术，以前在乱葬岗，那山也忒大了，我不可能有点风吹草动就下山看上一番，那不累死。所以我引一小鬼守在山下，又以其他物件作为媒介，让两者相连。那小鬼所听到的对话，就会通过媒介传给我听，这样山下有动静，我就都知道了。”然后又一副夸我快夸我的表情对他道：“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厉害，很聪明？”只见蓝忘机颔首，然后魏无羡不知道笑得有多高兴。蓝忘机问他：“你这是监听了金子冕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今日那金子冕举动实在太过奇怪，你不觉得吗？”这个确实，先不说金子冕与魏无羡有无冤仇，但席上一番话就是得逞了，对魏无羡也没甚大影响。可羞辱韩光俊的道侣也算公然挑衅姑苏蓝氏了，再加上传言丧心病狂的夷陵老祖，万一是个记仇的，他以后还要不要活了？他一个金氏的小小旁支，犯不着为了几句口舌之快拿命来压吧？不合理。蓝忘机同意魏无羡的推测，所以若非是个傻子，就是要引起我的注意了。魏无羡往椅子上一靠，翘起二郎腿，对蓝忘机眨眨眼，一副调皮模样道：“我们来看看他捣的什么鬼。”那金子冕一个人住，也是个无聊的，接下来除了吃饭也没啥动静。待到亥时将至，蓝忘机的休息时间到了，两人尴尬地看着床榻，金陵安排的床确实够大。魏无羡轻咳一声：“要不蓝湛，你睡里边，我睡相不好，我怕我打到你。”蓝忘机不让：“你睡里边。”大有一副让魏无羡要不里边要不地板的架势。“行行行，里边就里边。”说罢，魏无羡两三下把外衣脱了一扔，爬到里边去。蓝忘机过去将他的衣服捡起来挂到屏风上，又将靴子摆好，然后自己除了外衣，这才缓缓上榻去。但蓝忘机并没有躺下，正坐在榻边纠结。睡觉时抹额当然是摘的，眼前这个人现在确实是他道侣，在他面前摘下自然是可以的，可在自己心里又还不能把他当成真的道侣，要在他面前摘抹额实在是有些为难。魏无羡不知道他在为难啥，见他要睡觉了，抹额还没摘，又在发呆，以为他是忘了，本想提醒他，却鬼使神差的伸手将他抹额一拉，直到感觉额头突然轻松，见得抹额从眼前飘落，蓝忘机震惊地回过头：“你竟是一时也说不出句话来。”魏无羡心道：惨了，右手多了。看蓝忘机面色难看，他想起之前围猎，自己也是不小心摘了蓝忘机的抹额，当时蓝忘机面色也是这样极为难看。魏无羡面上打哈哈道：“啊，那啥，看你睡觉忘了摘抹额，想提醒你来着，没想到被我拉下来了。”蓝忘机气急，将魏无羡捏在手里的抹额抢了回来，责备道：“抹额乃重要之物，你怎可随意触碰？不就是条抹额吗？”魏无羡嘟囔道：“我又不是第一次碰。”蓝忘机惊奇：“我以前也让你碰过。”虽然不是让，而是被迫，但魏无羡想，如果蓝忘机知道自己两次都手欠扯了他视为宝贝的抹额，不得撕了他，他便猛地点头。反正蓝湛也不记得，碰就是碰了，管他过程呢。蓝忘机又开始沉思起来，良久，他将抹额叠得整齐放在床边的衣物上，终于躺了上来。躺了没多久，蓝忘机实在受不了了，开口道：“你往里边去写。”韩光俊，你讲讲道理，这就一床被子，总不能让我睡被子外面吧？这天还冷着呢。魏无羡不满地回他：“这精灵真是会作怪，床那么大，被子却那么小，有何意义？”那你别乱动。魏无羡这个人睡着了其实还行，睡着前就喜欢翻来覆去的乱动，搅得饶是蓝忘机这样的人都烦闷起来。魏无羡倒乐了：“我说过了，我睡相不好，是韩光君不信。”你如何睡相不好？蓝忘机这么想，但他没有说。魏无羡睡着的样子他是知道的，藏书阁中每天都看着，因为和平时落差太大，倒显得格外安静。日光洒落下来，偶有风吹过，惹得窗外玉兰沙沙作响，飘过一阵清香，倒好似伴着那个人而来似的，看上去竟也那般静谧美好，所以他都不忍出声叫醒他，倒让魏无羡因此偷得不少懒。见他不作声，魏无羡又得寸进尺了，故意挨近他的脸，对着他的耳边低声道：“要不韩光君教一下我怎么睡啊？”惹得蓝忘机立刻坐了起来，隔开他们一段间距。你魏无羡却躺在那儿开心的笑道：“怎么，韩光君，要不床上和地板选一个？”
他心道这小古板刚才威胁他，现在不得报仇回来才行，就蓝忘机这样的，他是一撩拨一个准。还在笑呢，就听蓝忘机说了声好，然后在他额头拍了一拍，竟是使了个定身术，然后将他摆了个非常端正的姑苏蓝式睡姿，再给他盖好被子。蓝湛，你这是作甚？快解开我，这样睡一夜，我明天不得腰酸背痛了去。再叫禁言。这下魏无羡不敢乱叫了，只得乖乖闭嘴。好啊，这个小古板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你给我等着。直至夜深了，那只木雕终于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，好似有人在悄声说话。一有动静，蓝忘机便醒了，再看身边的魏无羡，睡得跟猪似的踏实。他便边推边唤他，可是那人也不醒，没他办法。蓝忘机解了他的定身术，把他的鼻子一捏，不一会魏无羡便挣扎着惊醒过来。蓝忘机放开他，魏无羡大口喘着气。蓝湛，大晚上的你谋杀啊！蓝忘机用眼神示意桌上的木雕，果然听到对话声，魏无羡马上来了精神。好啊，月黑风高，飞间即到，让我逮着了。就听得那有2人在对话。免兄，你今日为何要去招惹那位无羡？我只是看不惯那小子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，想挫挫他的锐气，谁知金陵那小孩竟然攀上了他。是啊，多了个夷陵老祖确实不好办了。金陵是他师姐的小孩，他必是要护着，要是出什么差错，可难抽身啊。那依你看，可还要动手？动手是肯定的，非得趁早将那小子拉下来，不然清谈会之后那件事就不好办了。只是这时机，这2天再看。行，那就再做打算。说完，2人又客气几句就别过，然后又是一片寂静了。这边蓝忘机和魏无羡听得清清楚楚，那2人要对付的竟然是金陵。魏无羡可谓震怒，好大的狗胆，竟想对金陵下手。蓝忘机却道：魏婴，冷静。魏无羡转脸看向他，面色不悦，竟让他看出了几分寒意。他便继续劝道：现下还无事发生，须得先想对策。见他说的有道理，魏无羡怒意消了几分。确实现在就算将这金子冕揪出来灭了，也没办法巩固金陵的地位，一来是毫无证据，二来这等人何止1、2，这个倒下了，以后自有其他人觊觎金陵的位置，他不可能时时保护得过来，这事须得小心记忆，治标治本。但是他心下确实有些慌，江厌离已经不在了，就唯独这个孩子，他魏无羡是一定要保的。蓝湛，你说这该怎么办？你能不能让那小鬼随时跟着？先让小鬼跟着，好继续打探消息。现下他们连对方是谁，想干什么，有什么计划都不清楚，着实被动。没试过，我试试。可是随时跟着，要不被发现，恐怕需要大量的灵力掩护。蓝忘机不假思索道：我来施术。说罢又道：且先休息，明日起好生监控。哦，他本是被气醒了的，可蓝忘机几句话说完，他又平静了，一点都不气了。这不气了，果然又感觉有点困，然后就听话的躺下，闻着飘过来的清冷檀香味，一会就安心的睡过去了。蓝忘机看他不到片刻又睡着过去，便也躺下休息，但心下对魏无羡刚才散发出的狠力确实有些在意。身边的人，月光洒下来，偶有风吹过，一切又都好似那般静谧美好，独独少了一支玉兰飘香。他记忆中的少年总是阳光活泼，眼里带笑，10几年啊，想来真是太久了。魏婴经历过的事肯定不似纸上3言2语那般简单，竟将明朗少年逼成那般戾气，看来还须得多了解。随后缓缓闭上了眼睛，身旁那人却是开始不老实了，一手一脚啪嗒搭到他身上。蓝忘机睁开眼就看到魏无羡手脚并用抱住了他，头还不停地往他颈边蹭，头都睡到了他的枕头上，而魏无羡自己的枕头早已被他挤到一旁，扔在一边。蓝忘机愣了一下，直到感到温热的呼吸喷在他的颈侧，弄得人有些微微的痒。他赶紧用劲把魏无羡推开，可那人不过一会又抱上来，不止不醒，头还贴得越来越近。没他办法，蓝忘机又推了一次，然后迅速拿过魏无羡的枕头，将他搁在2人中间。魏无羡在靠过来的时候，将枕头抱了个严严实实。很快便到了清谈会最后1日，期间一直无事发生，线下太平，并无大事。这次清谈会虽办得中规中矩，但以金陵的年纪，也算是过了关吧。魏无羡本就没啥端正的坐姿，这几日更是坐得越来越歪。他也没办法呀，
他脖子实在是痛，不知怎的，最近他睡觉睡着都会抱着自己的枕头，自己的头就那么贴着床板睡过去，脖子不痛才怪。他也有问过蓝忘机，知不知道自己怎么睡成这样？蓝忘机望他一眼，懒得理他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